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精神科医生所著的《手机脑》这本书。近年来，因心理问题而就诊的人数急剧增加，尤其是在年轻人中。究竟是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正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在过去10年中迅速的数字化了。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数字化对大脑的影响，那就是非常严重。在数字化不断推进的当下，人类到底把自己暴露在了怎样的危险之中？这本书正是对这个疑问的回应。人类的大脑尚未适应数字社会，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关于数字社会的研究成果。数字社会对我们的心理健康到底有何影响？对睡眠和专注力有什么样的干扰？对孩子和青少年来说，对学校教育又意味着什么？作为精神科医生，作者早就注意到来就诊的心理障碍患者正在持续上升。在瑞典，每9位成年人中就有1人服用抗抑郁药。类似的统计数据在许多国家也能看到。但奇怪的是，这些增加出现在我们社会越来越富裕、GDP 不断上涨的几十年间。本应过上更好生活的我们，为何反而身心不健康了呢？正是为了解开这个矛盾，这本书才诞生了。我们越来越富足，为什么却越来越焦虑？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连接在一起，为什么却感到孤独？原因之一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与人类的进化结果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匹配。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环境与人类大脑真正进化适应的环境并不一致，这正深深影响着我们的心理状态。作者希望向我们传达的是一个重要事实，在这个我们再也无法放下手机的时代，这是每个人都必须了解的真相。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智能手机是我们最新的毒品；第二，数字时代的生存建议。首先是第一部分，智能手机是我们最新的毒品。终于来到本书的核心部分，关于智能手机的讨论。我们早上醒来时会做什么？首先就是伸手去拿手机。一天结束时做的最后一件事，也可能是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我们每天平均会拿起手机超过2600次，无论是在餐厅、家中，还是在地铁上，每个人都盯着自己的手机看，每个人都对手机上瘾了。这是全世界都在发生的现象。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如此依赖手机呢？这与多巴胺有关。简单来说，多巴胺是驱使我们采取某种行动的神经物质。比如，当我们饿了，桌上出现了食物，仅仅看到它，多巴胺的水平就会上升。也就是说，为了让我们选择吃掉那份食物，多巴胺会促使我们采取吃的行动，而手机也会增加多巴胺的分泌。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收到聊天通知时，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去看手机的原因。手机正在直接侵入我们的大脑行为机制，更进一步地说，它已经成功黑入了我们的大脑。举个例子，我们的大脑天生喜欢新鲜事物。从进化的角度看，人类渴望知识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了解周围世界有助于提高生存概率。比如，你了解天气变化会如何影响狮子的行为，那么你就更可能捕到猎物，也更能避免被猛兽吃掉。了解环境越深，生存概率就越高，自然因此赋予人类一种本能去寻找新信息，而这背后的机制就是多巴胺。每当我们学习新的知识，接触新的信息，大脑就会分泌多巴胺。想象一下，几十万年前，有2个女人面对获得食物这个永恒的挑战，其中一人渴望探索新事物、新地点和新环境，另一人则不感兴趣。显然，前者找到食物的几率更高，因为他愿意移动和探索。那么，我们把时间快进到你我所生活的现代社会吧。大脑本质上没有变，对新鲜事物的渴望依旧保留着，但这种渴望已经不仅仅是想看看新的地方，而是变成了对电脑和手机带来的新知识、新信息的欲望。我们翻阅网页时，大脑分泌多巴胺，因此我们变得喜欢点击，很快就成了点击成瘾。
甚至于我们比起正在浏览的页面，更加着迷于下一个页面。数据显示，我们在网页上的停留时间有1/5不到4秒，花10分钟以上的页面只有4%。我们在网络上不断冲浪，不断寻求新的信息，无论是新闻网站还是邮件，只要获取了新信息，大脑的奖赏系统就会像祖先发现新地方时一样启动。结果就是我们不停寻找新东西、信息，持续网游，疯狂刷新社交通知等。也就是说，手机和数字设备正是利用我们这种大脑天性进行精准设计与操控的产物。实际上，据采访报道， iPad 的发明者史蒂夫·乔布斯在家里甚至不让 iPad 放在身边，并且严格限制看屏幕的时间。他还不让自己的孩子接触 iPad。作为利用人类大脑黑客技术打造产品的人，他对这种产品的危险性是非常清楚的。那么，具体来说，沉迷手机会带来什么后果呢？首先发生的是注意力下降。有人可能会说，既然手机会夺走注意力，那关闭电脑电源，把手机调成静音模式，放进口袋不就好了？其实事情没那么简单。手机具有极强的吸引人注意力的能力，仅仅放进口袋根本无法抑制这种影响。这已经被实验验证。有一项调查了500名大学生的记忆力和集中力，结果显示，把手机放在教室外的学生成绩明显优于把手机调成静音放在口袋里的学生。学生自己甚至不认为手机对自己有影响，但结果却说明了事实。也就是说，手机仅仅放在口袋里就会妨碍注意力。类似现象在多项实验中得到确认。其中一项实验让800名受试者在电脑上完成需要高度注意力的任务，结果发现，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的受试者表现优于把手机放在口袋并静音的受试者。这项实验报告的标题已经说明了结论：大脑变弱，只要手机存在，哪怕一点点，也会减少认知能力的容量。因此，当我们想要集中注意力时，一定要把手机远离身边，千万别小看手机，也别低估它的威力。接下来是第二部分，数字时代的生存建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者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首先，让我们列出这些数字时代的建议：一、了解并限制自己的手机使用时间；二、物理上远离手机；三、设定固定时间检查聊天和邮件；四、将设备屏幕调成黑白色；五、注意睡觉时手机的使用方式；六、了解应对压力的方法。以上就是作者给我们的建议。接下来，我会逐条简明扼要的解说，请大家挑选喜欢的内容，尝试实践。第一条，了解并限制自己的手机使用时间。具体来说，是每天拿起手机多少次，使用了多长时间。推荐大家用应用程序来统计手机使用时间，这样一来，你就能清楚看到自己被手机偷走的时间。了解自己是改变的第一步。当知道了使用时间后，可以设定目标，比如每天关机2小时，减少使用时间。如果觉得自己无法强制关闭手机，也可以安装一些能自动限制使用时间的应用。到了设定时间，手机会自动锁定，无法继续使用。此外，建议提前告诉身边的人你会关机2小时，这样就不用担心他们会因为你没有及时回复而生气或催促。第二条，物理上远离手机。当你需要高度集中时，手机不要放在身边，放到隔壁房间去。和朋友见面时，把手机调成静音，放远一点，专注于眼前的人，这样能更愉快地度过时光。同时设置必须开机才能查看消息等障碍，能有效抵抗手机的诱惑。第三条，规定查看聊天和邮件的时间。这条建议非常重要。我们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拿起手机，主要原因是想查看短消息或邮件。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工作中，总是不由自主地去看消息，导致事情无法顺利进行。在这种状态下，学习和工作都是很困难的，因为注意力被反复切断了。所以，
一定要提前规定好查看聊天和邮件的时间和次数。第4条，将设备屏幕调成黑白色。刚才已经稍微提过，黑白屏幕会减少多巴胺的释放，从而大大降低想要一直滑动屏幕的冲动。请务必将手机、iPad 等设备调成黑白模式。iPhone 和 iPad 都有这样的设置，大家可以尝试。第5条，注意睡觉时手机的使用方式。这条很简单，睡觉时请关闭手机、平板或电子阅读器的电源，最好在睡前1小时关机。不要临睡前查看工作邮件，不要把手机放在卧室里。如果你觉得自己入睡困难，或者有失眠问题，更不要把手机带进卧室。为了保证早晨能按时起床，建议购买一个闹钟，不要用手机做闹钟。第6条，了解应对压力的方法。本书推荐的缓解压力的最佳方法是运动，任何运动都有帮助，但提升心率的运动效果最好。这里不是叫你参加马拉松，只是散步对大脑就有显著好处。重要的是要运动，如果能让心跳加快，效果更佳。如果想最大限度降低压力并提高专注力，作者建议每周运动3次，每次45分钟，最好做到气喘吁吁、流汗。关于运动与压力，有这样一项实验，将容易焦虑的大学生分成2组，一组进行高强度训练，最大心率60%至90%的跑步，持续20分钟；另一组做轻松的散步20分钟，训练为期2周，每周3次，共6次。这2种训练对普通人来说都不难。结果是，2组焦虑程度均有所下降，但跑步组效果更显著。焦虑减轻不仅在运动后立即显现，且持续24小时。训练结束1周后，焦虑水平依然保持低水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目前全球约10人中有1人患有焦虑障碍。有趣的是，经常运动的人焦虑障碍发生率较低。如果你还不相信运动可以预防焦虑，我再给你一个依据。近700名患者的15项研究表明，运动和训练能保护人们免受焦虑困扰。这适用于已经诊断为焦虑障碍的患者，也适用于正常范围内的焦虑。研究一致显示，提升心率的运动效果最佳。此外，面对压力，还要注意社交网络的使用，只关注那些你真正想积极交流的人，把社交网络当作交流工具，积极评论他人帖子，可以增进亲近感和关系。最好从手机上卸载社交网络应用，只用电脑登录，这样可以大幅减少来自社交网络的压力。综上所述，数字化社会的快速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但同时也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的大脑尚未进化到能够完全适应这个充满信息轰炸的时代，因此必须主动采取行动，合理管理手机使用，调整生活习惯，积极应对压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数字时代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良好的精神状态，实现真正的幸福与健康。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